马拉维是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。马拉维的名字来源于境内的马拉维湖，该湖是非洲第3大湖。马拉维最早的居民是卡夫拉人，13世纪班图人的一支进入夏冈果基萨莱湖地区定居，并建立了卢巴王国。到16世纪中叶，包括契瓦人在内的班图族其他分支陆续迁移到马拉维湖附近，他们在这里建立了9个王国。最著名的是契瓦人酋长卡隆加建立的马拉维王国。马拉维这个名字在奇谢瓦语和奇通布卡语中是火焰的意思。契瓦人的传说称，当他们第一次从高地看到马拉维湖时，它看起来像火焰。后来，马龙贝湖和林提佩河之间的土地被称为马拉维。在1964年脱离英国后，马拉维第一任总统卡穆祖班达将马拉维一词选定为国名。在马拉维独立前，马拉维地区曾被称为尼亚萨兰。最早来到马拉维地区的欧洲人是葡萄牙商人加斯帕尔·博卡罗。他于1616年游历了如今的马拉维地区后，留下了记述该国的首份欧洲文献。此后，葡萄牙人将玉米引入该地区，玉米最终取代高粱，成为马拉维人的主食。1859年，根据一位葡萄牙人提供的信息，苏格兰人大卫·利文斯顿发现了马拉维湖。相传当地人告诉他，他所看到的那片水域叫做尼亚萨。尼亚萨在当地班图语中意为湖泊。利文斯顿因误以为尼亚萨为该湖正式名称，于是他把该地称为尼亚萨兰。此后，英国传教士、商人和冒险家陆续来到该地。1883年，英国政府开始向尼亚萨兰派遣领事，并通过1884年召开的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，将该地纳入到英国势力范围内。伴随英国人一同到来的还有烟草这一重要经济作物。最初，烟草仅为贵族阶层所独享。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，特别是在18至19世纪间，欧洲地区多次爆发大规模疫情，人们逐渐认识到烟草具备显著的抗菌功效。这一发现促使欧洲社会对烟草的喜爱迅速升温。然而，烟草对种植条件有着严苛的要求，它既需要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光照，又要求在昼夜温差显著的地区生长。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尼亚萨兰成为烟草种植的理想区域。得益于烟草种植的收益，英国殖民者对尼亚萨兰尤为重视。1890年，英国与葡萄牙达成边境协定，英国在尼亚萨兰的统治得以确认。1891年3月，英国殖民政府宣布尼亚萨兰为保护国。1904年，英国取消当地傀儡王国，宣布直接管辖尼亚萨兰。20世纪40年代起，英国企图将尼亚萨兰和南北罗德西亚强行合并，以利用尼亚萨兰发展罗德西亚经济。对于英国殖民者的野蛮做法，尼亚萨兰人并不甘心屈服。就在中非联邦成立的当月，著名的民族主义者班达组建起马拉维大会党，通过长期的非暴力斗争，逐渐迫使英国殖民政府做出让步。1963年2月，尼亚萨兰获得内部自治，班达任总理。1964年7月6日，尼亚萨兰正式宣布独立，并改国名为马拉维，由班达出任首任总统。马拉维在结束殖民统治后，因烟草的重要性，烟草在当地一度享有软黄金的美誉。烟草作物对种植环境的要求相对严格，然而这种作物对仓储和物流条件的要求并不苛刻，使得种植门槛较低且收益可观。正是这些特性，使烟草成为马拉维发展农业的理想选择。从经济贡献度来看，烟草行业创造了马拉维国内生产总值的18%，同时贡献了超过70%的外汇收入。几乎每个马拉维家庭都有成员从事烟草相关工作。烟草种植业在给马拉维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，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。因烟草种植不仅需要开辟大量耕地，在后续的烟叶晾晒和熏制过程中，还需建造大量烟棚。据测算，每公顷烟草种植每年会导致3公顷森林被砍伐。长期接触烟草作业使当地烟农深受其害，即使不主动吸烟，他们也会被动吸入大量烟尘。在马拉维，超过25%的烟农罹患烟草病，主要症状包括呼吸不畅、恶心呕吐，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。由于适龄劳动力资源匮乏，众多家庭不得不让未成年子女参与劳动。
在马拉维，超过40%的儿童未满12岁便已中断学业，并有约20%的儿童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。这些本应在教室学习的儿童，被迫在烟草种植园从事繁重劳动。他们每天需要完成除草、施肥等农活，还需长途跋涉运送灌溉用水。尽管马拉维的烟叶产量稳定且品质优异，然而在国际烟草贸易格局中，该国始终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。这一现象反映了全球烟草市场中的结构性不平衡。截至当前，马拉维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较低水平，其年度人均 GDP 不足$700。当前马拉维民众已普遍意识到，过度依赖烟草种植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。作为马拉维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，烟草经济结构的转型已成为马拉维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。